Let's go. I wake up to a little bit of drool on my pillow, feel like it's gonna be a bad day. Yeah, I'm tired of shit, and the coffee ain't hit yet, damn, ain't that great. I don't wanna go to work, cause my boss is a jerk, and I'm not even that paid. I need a change in my life, cause I don't feel alive, and there's nothing that makes me happy. Hold my beer for a minute, I'm about to quit my job, cash in for a ticket. I'm going on a trip and I don't plan to visit. I'm gonna stay there till I feel like I'm winning, and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I need a big change, help me feel like living. I need a big swing, home runs I'm hitting, and I'll never look back, moving on till I get it all. And we all got dreams, we all want things, but what you gonna do for it, how you gonna move for it, what you gonna be, and do you believe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what you gonna do for it? How you gonna move for it? What you gonna be? Let's go! Hey! Yeah, this is my life, my strife, my right to fight, to die on. And this is my game to play, to claim a brand new name, and I ain't gonna lie to you. 嗨，大家好，我是阿用。那今天呢是我们要来交车的日子啦。各位看到，今天要交车的人当然不是我，今天就是阿迪要交他的新车啦。那就是眼前的这一台，就是他要交的新车，Honda的 CB1000R Plus。没错，这个就是目前颜色最夯最帅。全车黑化版本的 CB1000啊，那这一台就是有够黑噜噜，黑到彻底，能够黑化的地方完全不保留的，全部都给它弄得黑噜噜。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它交车的过程吧 ，Let's go。好，再来，我们摩托车毕竟不是 GP 厂车，我们人也不是 MotoGP 赛车手，反应也没那么快，所以记得为什么要保持车距？因为当速度，简单来说，我们人看到状况发生，到思考，到决定要做刹车动作，大约要花将近1秒的时间做处理。那我们就讲1秒好了，1秒你时速50还在跑啊，跑14公尺，然后时速100跑28，那从开始决定刹车到完全停止就多花这么多。简单来讲，时速100看到状况发生到完全停下来，大概要花100多公尺。对，100多公尺。那车距为什么要保持？就在这里。对，因为然后这一台就是我们今天要交车的 CB1000R Plus。那它这配色呢，它的特色呢，就是它尽量把全车的部分都黑化的，能够做黑化的部分都尽量做得非常的彻底。然后，所以各位可以来看。它的配色部分从油箱这边是亮黑的，然后引擎，然后包含这边的护盖饰板，然后最喵的地方就是它连前叉的这个地方，它都做了黑化的设计，然后排气管的部分当然也是全部也都做了黑化，那这是跟一般版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它这款呢，原厂部分它就已经有附上单座盖。所以你如果买这台车的话，你也不用再去买单座盖的地方。Honda CB1000R 呢，它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存在，因为其实，在当初如果各位有看到我和阿迪去切地瓜的影片，那时候我就跟他推荐这台车，所以我后来也是真的买了这台车，因为其实这台车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说它的后摇臂的地方，可以看到它是单摇臂的。那单摇臂的车呢？一般来说，单摇臂的车的设计，它是欧系车这边比较常用，比如说 Ducati 或者是 MV， 他们比较喜欢用单摇臂的设计。那在日系车里面，然后有用单摇臂的同等级的车呢，也就只有 Honda CB1000啦。那其实这是很多人可能是在做抉择的一个考量吧，因为对我来说，我很喜欢这台车，因为它原因就是说，它有单摇臂的这个设计，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可是如果你是想要有单摇臂的车，然后可是又担心说车辆之后使用的妥善率的话，那你可能
欧系车的地方，你就必须要淘汰掉。那虽然说现在杜卡迪跟 MV 其实他们的妥善率已经比以往已经进步了不少，然后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也是多少还是有一些比较高的一些维修状况，就是相对于日系车来说了。那在公升级的街车里面，然后拥有单摇臂的车型呢，那以日系车来说，就只有 CB1000R 这一台车，然后那其他单摇臂的设计呢，基本上都是比较常见在欧系的车。那这一台它比较特别，就是在日系车里面，它是唯一一台有做单摇臂的车种。那这一台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车架部分，它是采用单脊式的设计。它跟一般我们现在常见到可能是环抱式的车架，这台也是比较不一样的。单脊式车架的特色就是它在骑起来会比较有柔韧感。它其实不讲求是极高的行驶的刚性，它反而是要让你在骑乘过程当中多一些柔韧感、舒适性。这也是我觉得在街车上面用单脊式的车架其实是也还蛮不错的。在我们看到它的仪表，就看到这个全彩的 TFT 萤幕，这也是这次小改款之后的 CB1000R 它这边的新的仪表的设计。那相比于上一代，来说前一代小改款之前的是一个这边有一个圆形的吧。但是虽然说也是液晶的，但是它是我觉得算是单色的液晶仪表。我之前有骑过这一台的小改款之前的，它那时候刚出来不久就骑过，那时候它的单色音表呢，我觉得在大太阳下的辨识度其实并没有那么清楚。可是这一次换成这次的新的仪表的话，整个辨识度是大为的提升。然后呢，再来是我觉得它还有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是这一代。它依旧是没有办法加上定速巡航的功能，这也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因为从它的这里的油门的控制啊，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这个油门的地方它是电子式的油门。骑电子式油门的车种，它要改有定速巡航的话，其实是不会太困难。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它没有在这次小改款加上定速巡航的功能。这个排气管呢还是太大了一点，因为有长出到这个美的单摇臂的后门。那如果我觉得它应该要把这个排气管地方改得小一点，好，甚至可能像杜卡迪一样把它变成是底置式的排气管，这样它整个后轮的美感就会完全的呈现出来。金属法丝纹是不是很漂亮？超有质感的。这一片这块超贵，这是加装的吗？没有标配的嘛。Plus 版本标配，但这一块的话，60就差不多要将近1万了，千把克。是哦，这片超过1万。全 LED 的头灯嘛。对啊，水地型的。后它进气坐在这里啊。对，两侧。这是它很特殊的一个机械的地方。对，基本上都在前面。对，一般都在前面撞击，它不是，它从后面吸。不用担心灰尘啊，等一下一上路就有灰尘了。不知道，看它是什么东西而已，那是灰尘。OK， 那全车外观都没有问题嘛？那我这从后面跟您说到前面哦。它有那个行动，它有那个手机USB 啊 ，USB 的。对对对，它是 Type C 的头，Type C 的头。对，那这个假设说你有要使用的情况下，这盖子怎么办？这盖子很容易不见啊，就变这样。哦。这样，然后你再插线过去，它就不会掉了。啊，故意这样设计。对。小心哦。哦，这也是金属法丝纹啊。对，就直接全身黑化。之前不是哦，之前这边是银色。对，然后现在新的都是黑的。哇，金属法丝纹，很漂亮啊。黑的彻底啊。哇，摸起来真的是凉的，这不是那种塑胶上面在给你。真的冰冷感，金属冰冷感，这是真的是金属的感觉。你要用手配的摸去更明显。对啊。反正今天没有在，就直接用换单就改。不要，我还是要放回那个。哦，真的吗？对，我只是现在试试看而已。没关系，但我们拍照就先用这个，然后这个不会也超过1万块吧？超过啊，我记得好像1万。这应该破万吧？对吧？这个很贵哦。对，所以我要小心的控。会，但单中盖会比较紧，比较不好扣，因为它那个比较棱角一点，它比较椅垫软软的。没关系，现在你可以刮伤它了，因为它是你的车子。最好不要。对，一样往前往下推就可以，往前压下去就可以，压下去就可以。压下去就可以了吗？对。
怕怕的。不用怕，没关系，弄坏没关系，反正你的车子弄坏不用怕，自己修就好。哦 ，OK， 断了啦，那个声音是断掉了啦。你这样就可以，对啊，很帅耶，很漂亮啊。拍一张，我觉得真的单座盖比较好看，真的，那个咖啡 racer 的感觉马上出来。是的，它的精神就是什么 Nail Sports Cafe 嘛，对不对？那个是波咖啡。那个 Nail 就是 new 的意思。嗯，啊，你什么时候要卖车啊？等你要卖车的时候，我再跟你接手。不会，我就在这，我应该会骑很久，不会想要值得卖。对，那98已经帮您加满了。哦对，因为那时候你说要加98，98是黄色的，对，要98加满。那这边的话，上面是时间、水温，这是水温，这不是气温，这是水温。好，然后这个是你的行车模式，档位显示。QS 的话就是 Quick Shift， 就是你的快排。那它可以单独设定开或关。对，你的进档开或关，退档开或关，这都可以单独设定。这个的话是那个方向灯自动关闭，因为它本身是有4轴感知器。所以它当真正到你的跺脚，包括你车的倾角，到它设定的角度，你在回正的时候，它会帮你自动把方向灯关掉，避免说我们忘记关方向灯这件事情。常常对，所以我就是这功能帮你开着。这功能好用。对，常常。对，第一次用到是 GoGoRo，然后发现哦，原来它的 GoGoRo 怎么会自动关掉，歪牙坏掉？没错。但是时常没有吗？逊，这么烂。这边的话，这 display type 就是说你的仪表显示的形式，主要是在这一块。那 Type 1、Type 2、3、4，你会想要看哪一个呢？刚刚那一个第一个就好了嘛。对，好的。然后再来，这个功能基本上没有人会想用它，不是没有人会用它，是不会有人想用。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是全彩仪表，但我们没有支援像 CarPlay 或 Android Auto。所以，如果说你要导航的话，它并不是你整个图资上去，它是会在这个地方。你的模式的部分，这一格，档位还有在，就是上面模式这一格，会瞬间变得像是，比如说导航，它会变成箭头，然后告诉你说，哎，前面几百公尺你要转左边转右边，它会是这样。现在是设定中间值，对，我们是照设定值。对。那左边的话，它可以再多调一个东西，就是你的阻尼。左边是阻尼，不，它这边的话可以调2个。左边的话，包括连回弹，那是阻尼，对，阻尼都可以调。压缩跟回弹。对，压缩跟回弹。那正常我们只是这右边只能调压缩而已。这个要你们可以去才能弄吗？就是我们那个里面会有一个小小的小工具可以让你调整。对，这后避震。那预载的话，后避震预载的话直接转，它这边有那个，太难伸然后进去可以直接转。这特殊的工具。好，那你这次从 CB 为什么会从 CB650F 会想要升级到直接冲到 CB1000R 这一台呢？其实那我第一台重机是 CB650嘛，也是阿用推荐我，应该说推坑啊，推坑我去骑重机的啦。那时候骑重机，也是第一次骑，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骑重机嘛。那有没有兴趣骑嘛？所以想说第一次入门的时候就先骑，而且要入门红牌的时候就先骑650。那骑650之后，经过1年，觉得骑重机还不错哦，然后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因为我之前骑脚踏车，可能骑的地方有限。那骑上重机之后，我觉得我可以骑得更远，然后也可以去到我想去的地方，而且当天就可以来回。经过650这些试练之后啦，我觉得还蛮好玩的。然后就在我去年9月的时候，其实我就有在动念头了。那时候就有在想说，要不要直接升级新车。可是升级新车，想说升级新车，要看那台自己喜欢的啦。那又想说是买，因为要升级嘛，毕竟要650以上的。所以那时候就在看，那我跟阿用都是喜欢比较特别黑的，比较黑化版的，所以就，而且我比较喜欢骑街车，因为仿赛车其实对我来说骑的地方有限，你可能只能骑一些平路啦、赛道啦、西滨这些台山线，但是我的兴趣是比较喜欢往比较郊区的地方走，尤其像台湾那么多的美景那么多的山路。那么多的美景啊，山上很多可以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街车还是比较适合我。街车的形式就是引擎要外露，你就会看到它的一些肌肉的线条，都是
男生就喜欢这一类型的啦。我不知道，对我来说，我喜欢这一类型的。引擎都看得到，然后而且它配上它的那个弹摇臂，完全可以看得到它的那个后轮的那些后轮的那些轮框啊，然后还有一些它的那些轮爪那些，我觉得还蛮好看的。所以这次的后轮的轮框，我觉得也改得非常的好看。是啊，它还特别做了一些切削处理啊，像这些都是做了一些切削处理。上一代的时候没有这些切削。所以它这样子有点像是那种仿复古车的那种钢丝框的感觉。是，可是有人说它做的不像真的复古车那么多的那个钢丝框，可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种，是它比较有点像肌肉型的、叫运动型的感觉。我还蛮喜欢的。那你对于想要升级换车的人，那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我觉得升级换车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毕竟升级新车你是要一笔预算啊那我那时候其实考虑过650其实跟1000它的税金、它的保养其实都差不多。那就是说当然了，新车1000cc 比650还要再多一些费用，但是你后续的保养跟花费、税金那些，其实我觉得差不多的话，对我来说，我经济可以的话，我就直接升级到公升级的。好了，那这样的话就恭喜你，终于签到你梦寐以求的新车了。好了，那今天这一集呢就到这边。那各位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欢迎各位按赞、订阅、加分享，记得开小铃铛。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